出国旅游，生病了。楚楚请了年假，一个人来大阪旅游。这里的街道很干净，东西也很好吃。他去了环球影城和大阪城，玩得特别开心，还逛了商业街，买了很多东西。第3天早上醒来，楚楚有点头疼，还有些咳嗽。糟了，不是感冒了吧？他赶紧吃了随身带来的药。可能是这2天太累了，行程安排太紧，今天就在酒店休息吧。没想到第4天，情况更严重了。他开始嗓子疼，浑身乏力，还发烧了。他不会日语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也没有人可以求助。楚楚一个人待在酒店里，有些担心。万一我晕倒了，会不会没人知道呢？他越想越害怕，甚至有点后悔，为什么要一个人来旅行？身体越来越不舒服，他只能鼓起勇气去看医生。楚楚在手机地图上找到了附近的一家诊所。到了诊所，他拿出手机给前台的小姐姐看，手机上写着：你好，我是来旅游的。昨天开始咳嗽，嗓子疼，还有点发烧。前台的小姐姐点点头，很快就帮她安排好了。候诊的时候，楚楚还是很担心。等一下怎么跟医生沟通呢？很快就轮到楚楚了，她忐忑不安地走进诊室。医生是戴着眼镜的中年人，看起来很和蔼。楚楚说了句你好，医生微笑着点头，请楚楚坐下。他知道楚楚不会说日语，就拿出了一本图画手册。医生一边耐心地跟他沟通，一边看着他的反应。楚楚看到手册上有中文，一下子安心了很多。他指着咳嗽、嗓子疼和发烧的图片给医生看。医生点点头说：了解了，我再确认一下。医生又仔细地检查后说：别担心，就是普通的感冒。然后他在纸上写下了风邪2个字。楚楚说：风邪我懂，是感冒的意思。还好不是什么严重的病。他长舒了一口气。医生笑着点点头，叮嘱楚楚按时吃药，好好休息。楚楚看到医生通过汉字跟自己努力沟通的样子，非常感动。去药房拿药的时候，药袋上分别画着太阳和月亮，旁边都写着数字1。楚楚立刻明白了，早晚各一粒。他觉得这个方法
既简单又贴心。他缴完费，走出诊所，自言自语道：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早点来看医生了。是啊，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善意是可以跨越语言传递的。楚楚心想，我好喜欢大阪这个城市呀！我要学好日语，以后就能和这里的人更好的交流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重点词汇：年假、年假、年假；严重、严重、严重；乏力、乏力、乏力；人生地不熟，人生地不熟，人生地不熟；求助，求助，求助；晕倒，晕倒，晕倒；后悔、后悔、后悔；鼓起勇气，鼓起勇气，鼓起勇气；诊所，诊所，诊所；前台，前台，前台；安排，安排，安排；候诊，候诊，候诊；沟通，沟通，沟通；忐忑不安，忐忑不安，忐忑不安；诊室，诊室，诊室；和蔼，和蔼，和蔼；手册，手册，手册；耐心，耐心，耐心；安心，安心，安心；确认，确认，确认；仔细，仔细，仔细；叮嘱，叮嘱，叮嘱；药房，药房，药房；贴心，贴心，贴心；缴费，缴费，缴费；自言自语，自言自语，自言自语；善意，善意，善意；跨越，跨越，跨越；传递，传递，传递；挑战一下
不用字幕来听听这个故事吧。楚楚请了年假，一个人来大阪旅游。这里的街道很干净，东西也很好吃。他去了环球影城和大阪城，玩得特别开心，还逛了商业街，买了很多东西。第3天早上醒来，楚楚有点头疼，还有些咳嗽。糟了，不是感冒了吧？他赶紧吃了随身带来的药。可能是这2天太累了，行程安排太紧，今天就在酒店休息吧。没想到第4天，情况更严重了。他开始嗓子疼，浑身乏力，还发烧了。他不会日语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也没有人可以求助。楚楚一个人待在酒店里，有些担心。万一我晕倒了，会不会没人知道呢？他越想越害怕，甚至有点后悔，为什么要一个人来旅行？身体越来越不舒服，他只能鼓起勇气去看医生。楚楚在手机地图上找到了附近的一家诊所。到了诊所，他拿出手机给前台的小姐姐看，手机上写着：你好，我是来旅游的。昨天开始咳嗽，嗓子疼，还有点发烧。前台的小姐姐点点头，很快就帮他安排好了。候诊的时候，楚楚还是很担心。等一下怎么跟医生沟通呢？很快就轮到楚楚了，他忐忑不安地走进诊室。医生是戴着眼镜的中年人，看起来很和蔼。楚楚说了句你好，医生微笑着点头，请楚楚坐下。他知道楚楚不会说日语，就拿出了一本图画手册。医生一边耐心地跟他沟通，一边看着他的反应。楚楚看到手册上有中文，一下子安心了很多。他指着咳嗽、嗓子疼和发烧的图片给医生看。医生点点头，说：了解了，我再确认一下。医生又仔细地检查后说：别担心，就是普通的感冒。然后他在纸上写下了风邪2个字。楚楚说：风邪我懂，是感冒的意思。还好不是什么严重的病。他长舒了一口气。医生笑着点点头，叮嘱楚楚按时吃药，好好休息。楚楚看到医生通过汉字跟自己努力沟通的样子，非常感动。去药房拿药的时候，药袋上分别画着太阳和月亮，旁边都写着数字1。楚楚立刻明白了，早晚各一粒。他觉得这个方法既简单又贴心。
他缴完费，走出诊所，自言自语道：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早点来看医生了。是啊，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善意是可以跨越语言传递的。楚楚心想：我好喜欢大阪这个城市呀！我要学好日语，以后就能和这里的人更好的交流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或者有什么问题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下次见。